小女孩苦等3年，终于与刚释放的母亲大人团聚。然而母亲却并没有像别人口中形容的那样温柔，整日对女孩非打即骂，妈妈吃面，给她喝汤。即便如此，小女孩依然相信母亲的心里是爱着她的。直到母亲离世后，她才知道自己竟然是首富的沧海一角，有3个同父异母的帅气哥哥和4个霸气逼人的富豪舅舅，甚至在孤儿院里的青梅竹马都是神秘家族的隐藏小妹。从此，女孩命运的齿轮开始转，人生逆袭到达巅峰。小东西，我饿了，你还不赶紧去给我做饭？妈妈，家里没有面了。没面不会去买啊，这还用我教你？好，可是安妮没有钱。霍嫣然翻了个白眼，从红色的廉价皮包里翻找着，脸色随之一变，将钢镚丢给了小安妮。赶紧去，天天就知道钱钱钱，什么时候你能给我挣钱回来？小安妮捡起钢镚，默默地走出门去，然而肚子却咕噜噜地叫了起来。豆豆乖，不叫了，一会儿妈妈吃完面，你就能喝汤了哦。哎呀！坏人的孩子，你是坏人的孩子。面对这样的嘲笑，小安妮早就已经习以为常。自打她懂事开始，她就知道自己的妈妈是个坏人。生下她没多久就去采了缝纫机，在福利院中，她一待就是4年。见到妈妈的那一刻，她被妈妈的绝美容颜惊呆了。然而漂亮妈妈却没有她想象中的那般温柔，每次喝多了都会指着小安妮的长相说像那个负心汉。在与妈妈一同生活的半年里，她从妈妈的口中得知爸爸已经结了婚，而且还有3个儿子，而她却是个低贱的意外。因为低贱，所以不配让爸爸知道她的存在。因为低贱，她只能每晚睡在地上。因为低贱，她只能吃妈妈吃剩下的东西。即便经历着这一切，小安妮却从始至终都没有怪过妈妈一分。小安妮买来最便宜的方便面，吭哧吭哧的往家走，因为如果回去的慢了，妈妈一定会生气。张哥，求求你了，人家没钱了吗？房租也拖欠很多天了，饿死人家啦！小安妮刚走到家门口，就看到妈妈与一位油腻的中年男人嬉笑着。男人刚要拿出手机转钱，突然从后面冲出来一个魁梧的女人。你个烧狐狸，竟敢勾搭我老公！我看你是嫌你脸上的腻子刮得太薄了吧？很快，魁梧的女人与小安妮的母亲扭打起来，母亲霍嫣然发出凄厉的尖叫声。小安妮刚想上去帮忙，脑海中却浮现出妈妈的话：我和其他男人在一起的时候，你是不能过来的，听到了没有？正当小安妮回想着，妈妈霍嫣然慌不择路地冲向小区外面，而魁梧的女人紧追其后。你跑什么跑？烧狐狸，给老娘站住！妈妈，妈妈！霍嫣然没有回头，她像是一朵艳丽的花，冲了出去。然而下一秒，刹那间，周遭乱成一团。小安妮的脑子却嗡嗡作响，她走到妈妈的身边，蹲下身来。妈妈，妈妈，你还好吗？溜了。妈妈，我把面买回来了，我们回家好不好？我们吃饭去好不好？你怎么办？我把你留下了，你该怎么办？妈妈霍嫣然撑着力气说完这句话后，眼中的光彩骤然消散，没了声息。妈妈，小朋友，这是你妈妈突然冲出来的，可跟我没关系啊。你爸爸在呢，我们好好沟通一下，好吧？妈妈，你醒醒！你打我吧，妈妈！我买面回来了，妈妈，你别不理我，妈妈！不管小安妮如何摇晃，妈妈都没有再回应她。小朋友，你爸爸呢？我没有爸爸，我只有妈妈。一时间，所有人都哑然，惊讶地看着小安妮，不知如何是好。救救我妈妈！求求你们救救我妈妈！我妈妈不理我了。有人直接将这一幕发到了网上，没多久就火遍了全网。我认识这个女孩子，她妈妈以前开过缝纫家，天天对她大骂不休，好可怜的，叫小安妮。这么可怜的孩子，竟然哭得这么悲惨，我好想让她来我的怀抱啊！小安妮别哭了，阿姨把糖都给你啊。视频中，小安妮如同脆弱的瓷娃娃，坐在地上哭喊着母亲，看到的人无不揪心难过。当然，也有人从中看到了发财的机遇。霍总，我发现了一个商机。不行，我最讨厌小孩子了。这个孩子不一样，他是孤儿，母亲刚去世。如果我们能给他包装，说不定就能成一个爆火流量。这孩子是难得一见的美人胚子，叫10000年绝美小奶团都不为过，商业价值可以说是非常高。霍思轩漫不经心地看着视频，没有多余的感动，反而视线定格在了女孩万念俱灰的小脸庞上。你说这个孩子是个孤儿？是的，还是个苦命的孤儿。他母亲叫霍嫣然，5年前因为故意伤人进去采了缝纫机，出来后对女儿动辄打骂。谁要是抓住这个香饽饽，谁就能挣大钱。霍总，请您务必考虑一下。霍嫣然，这不就是我那5年前断绝了关系的恶毒小妹吗？霍嫣然是霍思轩的亲生妹妹。当年霍嫣然趁白安旭喝醉，爬上了男人的床，最后竟还恶毒的想要打了他的五妹。那夜过后，霍嫣然怀孕了，白安旭给她钱让她打药，可她却偷偷的把孩子生了下来。霍思轩仔细端量着手机中女孩的五官，简直就跟白安旭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，于是便火速甩给白安旭一张截图。
这是你女儿，你知道吗？你竟然有女儿了！霍嫣然那家伙竟然给你生了个女儿！该死！当初那个女人趁虚而入，现在竟然弄出这种事情来搞我。霍嫣然在哪？告诉我！白安旭刚说完话，很快对面就回过来了一条视频。视频中，霍嫣然躺在血泊中，那个小女孩就在旁边撕心裂肺的哭嚎。小朋友，你的爸爸呢？我没有爸爸。没有爸爸？呵呵，霍嫣然那女人悄悄生下这孩子，不就是为了将来用这孩子来纠缠我吗？如今却说没有爸爸，搞什么鬼？白安旭一脸嫌恶。然而听着视频里女孩一下下哭喊着妈妈的时候，他的心却没由来的一久，手掌不仅攥紧手机。他奶奶个爪的！我竟然有个遗留的孩子在外面，我该如何跟兰兰交代？这件事不能让兰兰知道。当初兰兰被霍嫣然害得摘除了一个肾，还瞎了一只眼。她刚做好眼角膜手术，要是知道你有这么个沧海遗珠，绝对会崩溃的。我当然知道，要不是当年我喝醉了，霍嫣然故意化妆成兰兰的样子与我亲近，我的人生里也不会留下污点。只是没想到这个污点竟然还有残留。正想着，白安旭的手机再次响起，来消息的竟然是他的3个儿子。爸，你哪来的私生女？听说你当年背叛过妈妈一次，是那次的孩子吗？爸，你真让我们失望。白安旭的剑眉拧紧，脸色沉得难看。他的3个儿子都继承了他的高智商，为了能够瞒天过海，白安旭刚想要狡辩，然而霍思轩此时却突然拉了一个群，3个儿子也在其中。那个3个祖宗知道了，我没瞒住，咱们商量一下这孩子怎么办吧，把他送养出去如何？如果真是父亲的亲生女儿，那就跟我们有血缘关系，送养出去怪怪的，说不定哪天会顺着杆子爬回来，不如就放任他自生自灭吧。那么小的孩子怎么忍心的？还是送到国外找人领养吧，这样子他也不会看到我们了。国外也能看到的行吗？我看还是自生自灭最靠谱。你们可真行，那小丫头好歹是你们的妹妹。哼哈，那种女人生出来的玩意儿能是什么好东西？可别说是我们妹妹。舅舅，难道你想要吗？得，别扯上我，我可不想要。看着几人的聊天内容，白安旭脸色更加难看，阴沉了片刻后，突然站起身来，调查一下他在哪里，我要去与他做亲子鉴定。我就不信了，那个小丫头会是我白安旭的孩子。女孩拿着泡面，等着给妈妈回家煮面吃，然而她却全然不知，母亲已经出了意外，撇下她独自去了天堂。多么可爱的孩子啊，怎么就落得这样一个命运呢？椅子上，小安妮蜷缩着，虽然身旁堆满了零食，但目光中却含着泪水，就像是橱窗里的瓷娃娃，美得让人心悸。小安妮，你怎么不吃东西啊？是零食不合你胃口吗？这是阿姨放在这里的东西，我不能吃。吃吧，阿姨就是特意买给你的。谢谢阿姨，我不要，我有方便面，等妈妈吃完面，我就能喝热汤了。啊，妈妈吃面，女儿喝汤，这是什么魔鬼母亲啊？阿姨，我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呀？小安妮，你妈妈她不会回来了。为什么不回来了？因为她……对，她是上天去当英雄去了。什么是英雄？就是电视里那种非常厉害的人。是魔仙堡女王吗？对，她去当魔仙堡女王了，所以没有办法再继续照顾你了。闻言，小安妮难过的垂下头，泪珠在眼眶里不停的打转，但却努力强忍着不让泪水流下来。安妮知道了，妈妈一定是去好地方了。小安妮为什么这样说？因为妈妈告诉过我，以后她有了好去处，就会把我留在家里等死，不带我去。说到这里，小安妮含在眼眶里的泪水终于憋不住，像断了线的珠子滑落到脸上。安妮知道妈妈总是要走的，到时候安妮要为妈妈开心，不能难过。可是安妮又要孤单一个人了。女叔叔难过的看着小安妮，心疼的不行。然而就在此时，白安旭迈步走了进来，正巧看到了眼前的这一幕。这个孩子也太可爱了吧！不行，这个孩子是那个女人的种，那个女人过去最擅长的就是装无辜，难免这个孩子也得到了她的真传。对，她一定是在这里装蒜。刹那间，白安旭原本柔软的目光中逐渐凝聚出仇恨的火焰，而他身边的3个儿子刚想要上前，却被他连忙制止住。别急，先听听他能说些什么。小安妮，你确定你没有爸爸吗？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是有爸爸的。闻言，不远处的白安旭脸色更加难看，他的3个儿子更是对小安妮嗤之以鼻。来了，想要顺关系的时候来了。可是妈妈说我是根野草。妈妈说爸爸不要我了，爸爸他不喜欢我，所以我不可以找爸爸。可是如果你爸爸在呢？如果你爸爸来接你了呢？爸爸不会来的，爸爸不知道安妮的存在。妈妈说过，爸爸曾经想要杀了安妮，再见到安妮一定会把安妮杀死的。爸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
姐姐，安妮可以照顾好自己的，安妮会煮面。小安妮从长椅上跳下来，对着美女叔叔深深的鞠了一躬。谢谢姐姐收留我，我要回家了。等等，你的零食还没有拿走呢。谢谢漂亮姐姐，我只要这个。妈妈说零食很贵的，买了之后妈妈就要睡大街了。姐姐，你把这些东西都收好吧，我要回家等妈妈了。说罢，小安妮低着头难过的往外走去，突然撞到了一个陌生的男人。白安旭看着眼前的小奶团，心中五味杂陈。或许是血缘的关系，他竟然从这个小奶团的身上感觉到了一种莫名的亲切感。这个小家伙儿就是我的女儿吗？这个送给你，叔叔。这是什么？是面呀，很好吃的哦。是的，小安妮认出了爸爸，因为眼前的这个男人长得跟自己一模一样。她知道爸爸不喜欢自己，于是壮着胆子将方便面塞进了男人的手里。叔叔，你的手真大。叔叔再见，小哥哥们再见。霍安妮，我怀疑你是我的女儿，随我去做个亲子鉴定。如果你是，我会管你。闻言，小安妮瞬间泪流满面，久久没有说话。妈妈，你知道吗？在你当上魔仙堡女王的时候，爸爸来找我了。他长得好好看，就像王子一样。他来接我了。妈妈，你会为我开心吗？上车吧。我很脏。那你去后备箱待着吧，后备箱跟你正好相配。那也行。你少在我们面前卖弄可怜，以为我们会看不出来吗？我没有。妈妈说我很脏，平常也不让我睡床上，说我会弄脏她的床。安妮没有别的意思，哥哥不要生气。什么？你妈妈不让你在床上睡？霍嫣然，你收了我的钱，却不去医院打掉，既然偏要生下来，又为何要这样对待她？上去，别让我再说第二次。小安妮爬上了车，局促的不敢说话，像是一只没人要的小奶狗。很快，几人便来到医院，做完了化验。等结果出来了，会找你。这几天你先回福利院生活。妈妈没有骗我，爸爸真的不喜欢我。霍安妮，你现在也别得意，觉得这个是你爸爸了，结果没出来什么都不算。你也不许跟人说这是你爸爸，知道了吗？安妮知道了。答应的这么痛快，你该不会是在耍花招吧？安妮没有。白安旭懒得与小安妮废话，转身往车上走去。霍安妮站在暮色下，突然叫住了白安旭。叔叔，如果不是你女儿的话，我还能再见到你吗？我想送您礼物，可以吗？看着小安妮讨好自己的眉眼，白安旭没有说话，而是转身钻进了车里。小安妮望着渐行渐远的车子，心里竟说不出的难过。鉴定需要等7天，然而在这7天里，小安妮的事情竟被外界广泛关注，网上好多人都想领养她，其中不乏还有想要利用她蹭热度和赚取利益的。安妮这么想找到自己的爸爸呀？我喜欢爸爸，爸爸肯定是我的爸爸，他长得可高可好看了。我们小安妮将来是要享福的，等亲子鉴定结果出来了，你就可以有个新家了。院长起身去照顾其他小朋友，而小安妮继续把内心美好的向往画在了画纸上。他们不会要你的，你别抱希望了，别异想天开，他们还会来接你。才不会呢，爸爸一定会来接我的，你不要拿我开心。眼前的这个小男孩叫顾倾城，据说是某个大佬的私生子，因为母亲去世，大佬不认他，于是被放在了福利院。平日里，顾倾城非常照顾小安妮，整个福利院，顾倾城就跟小安妮走得近。你想了，你被你妈妈接走的那一年，那男人来见过你吗？没有吧，人家都嫌你命脏，就算你真的是他的女儿，他们一家人也不会说实话的。大哥，你是不是不想让安妮走啊？安妮回来给你高兴坏了吧？她不在的时候你都不爱吃饭了呢。公路一边去。小安妮闷闷不乐地握着画笔，盯着贺卡上的涂鸦，心里泛起了嘀咕。会吗？真的会像顾哥哥说的那样，哪怕亲子鉴定的结果是对的，爸爸也不会认我吗？医院里，白安旭黑着脸，瞪着手里的鉴定结果，如同晴天霹雳一般。霍安妮竟然真是我的亲女儿。我不同意，就算这个家伙是亲生的，我也不同意。他根本就没资格成为我们妹妹，就他妈妈那个烈性基因，保不准以后也同样会伤害我的妈妈。老大老二没有说话，但眉眼间透露出来的是同样不想认霍安妮这个妹妹。白安旭沉吟片刻，最终还是将手中的单子丢进了废纸篓里。行，那就不认他。那我去告诉他一声，让他不要再惦记我们了。我已经等不及看到他知道这个结果后的反应了呢。哎，等等，我也过去。走，咱们也去看看，指不定是出好戏呢。女孩的妈妈意外离世，然而她却并不懂得离去的含义。曾经和妈妈一起生活时，女孩从未感受过一丝亲情的温暖，然而她没有怨怼，在福利院里始终孤单地等待着妈妈出现接她回家，直到
一个长相与自己酷似，但又一脸冷漠的男人出现。小安妮，你爸爸来找你了。一定是检查结果出来了，爸爸来接我了。哥哥好，结果出来了。安妮知道你不是我爸的女儿，以后不要再攀附我们的关系了。安妮不是叔叔的孩子。对，不是，以后你别再逢人说你有爸爸了。小安妮没有爸爸，小安妮没有爸爸。小安妮吹牛，吹牛皮。小安妮的爸爸死了。你爸爸才死了呢。是啊，我们的爸爸本来就死了。这种地方能出来什么好孩子？霍安妮也不过就是这种孩子罢了。哥哥，你等等我，我去给你拿礼物。老三白净慈皱眉看着跑走的小安妮，短暂的犹豫了一下，但最终还是转身上了车。我已经跟他说清楚了，我们走吧。哥哥，你不要走。你要不要下去看看啊？哥哥，你开一下门，安妮把礼物拿来了。哥哥，这是给你的礼物，是安妮帮福利院的阿姨干活拿到的奖励哦，很好看吧？不好看，甚至还很土，这是我见过最垃圾的礼物。打开看看吧，哥哥。白净慈打开贺卡，瞬间一愣，上面画的蓝天白云和4个人依次按照各自的顺序排列着。这个是叔叔，这个是大哥哥、二哥哥以及3哥哥你了，还有这是保护你们的小狗狗，我还给你们画了皇冠，叔叔是国王，你们就是王子。此时白安旭的心中五味杂陈，像是悬着一个大石头在心口。霍安妮，你不是我的女儿，难道你不难过吗？安妮知道爸爸不会来的，但是叔叔能来，安妮很开心，只是安妮跟叔叔没缘分，不是叔叔的女儿，耽误了叔叔的时间。你还懂缘分？阿姨说了，只要缘分到了，我们的新爸爸新妈妈就来了，所以我们只要等着缘分就好。新的爸爸妈妈正在路上呢。小安妮，谁让你出门的？你不怕被车撞死是不是？谁让你凶他的？福利院阿姨看着对面人非富即贵的打扮，顿时不知如何应答。不说阿姨，阿姨给了我贺卡的。阿姨，我们回去吧。叔叔再见，哥哥们再见。小安妮笑容灿烂，但眼眶里却含着泪水。她努力着不让泪水到脸上，看着安妮离开的背影，白安旭竟鬼使神差的悄悄跟了上去。小安妮，你怎么哭了？叔叔不是我爸爸，我再也不会有爸爸了。霍安妮没有爸爸喽，没有爸爸喽。别哭了，以后会有新爸爸的。那个人是坏爸爸，阿姨跟你保证，下一个你就能得到一个好爸爸了，好不好？可是安妮真的很喜欢这个叔叔，很喜欢。好了，不哭哦，阿姨哄你去睡觉觉，给你再找个新爸爸，让下一个新爸爸快点来接你好不好？明明2个人跟一个模子刻出来似的，说不是亲爸咋可能呢？不就是不想认吗？哎，造孽呀！角落里，白安旭看到眼前这一幕，隐忍着攥紧了双拳。突然，一道黑影闪来，打在他肩膀上。一个长相精致的男孩站在白安旭的面前。你骗他的对吧？她是你的亲生女儿，对吧？这个……哼，你们分明就不差他那一碗饭，哪怕你给他吃最便宜的也可以，为什么要让他继续当一个孤儿？这跟你没关系。是啊，跟我没关系，可小安妮是我罩着的，她是我小弟，她长得那么好看，你们不担心她长大之后受到危险吗？闻言，白安旭脸色微变，像是被他提醒到了一般。是啊，小安妮是难得一见的美人坯子，这副长相，长大之后的潜力不可限量，她未来需要面对成长路上遇到的所有异性。哼，就这样都不为所动，你们有钱人果然都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既然这样，那小安妮以后我罩着，你们要是再敢来，我就不放过你们。我看小安妮成长路上最危险的异性应该就是她了。然而就在此时，福利院的门口突然停下来一辆车，一个男人手里举着手机，语气极其兴奋。直播间的家人们，我现在已经到福利院门口了，家人们继续给我点赞到10万，我就准备去领养小安妮妹妹了。紧跟着，又一辆车停在了福利院的门口，一个女人同样举着手机，对着镜头笑得满面春风。我今天来领养小安妮妹妹了，看，我把我儿子和女儿都带来了，我们打算让安妮成我们家的小老三。孩子们说，欢不欢迎小安妮妹妹啊？欢迎妹妹，我们来接妹妹回家。这帮人难道都是来领养小安妮的？他们不是来领养小安妮的，他们是来领钱的。大儿子从新闻上看到，因为当初那条视频，小安妮竟然被拿奖无数的大导演看中，导演希望小安妮来面试他新电影男主角的女儿，所以小安妮现在是他们眼中的摇钱树。这帮人要是不能领养就别领养，为了钱领养她带回家去，谁知道他们会不会对安妮好啊？
白安旭冷眼看着这帮举着自拍杆走进福利院的人，就像是参观动物园的游客，不禁让他火冒三丈。爸，你干什么去？把他接回家。此时，小安妮依旧抽泣着，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不是叔叔的女儿。好了好了，小安妮不要再哭了，阿姨知道你难过，但是你现在再这样掉金豆子，可就不漂亮了呀。阿姨，安妮以后再也不会有爸爸了，是不是？怎么会呢？你可是我们福利院最聪明的孩子，所有孩子加起来都不如你学东西快。安妮会有爸爸的，会有比那个爸爸还要好的爸爸。直播间的家人们，我现在已经在福利院里了，我们先去找找我们的小安妮好不好？啊，找到了，在那边。天啊，宝贝儿，你就是小安妮吧？你本人比照片上还要好看，你也太漂亮了吧！突如其来的热情吓了小安妮一大跳，她一脸畏惧地看向阿姨。你们是从哪里来的？谁让你们进来的？你们懂不懂规矩？这里不许拍摄，赶紧把手机关掉。你这是干什么呀，大婶？我们是来领养这孩子的，看看这孩子跟我们谁更有缘分。对呀对呀，好把他带回家去好好养着呀，他不是个孤儿的嘛。小安妮水汪汪的大眼睛看向眼前两位神情透着精明的大人，还有身后两个面露不善的哥哥姐姐，心里抵触的摇着头。安妮，不要跟他们走，不要跟他们走。那个小安妮现在正在和人做鉴定，在结果没出来之前，你们谁也不能带走她。有什么事情我们到外面说去。走开吧你。小安妮真漂亮，你现在还是孤儿吗？你家人到底来不来接你啊？你们不要过来。小安妮呀，你来我们家，这是你的哥哥姐姐，到时候我们都会很疼你的。而且你现在被大导演看中了，你以后能成为大童星的，到时候我就是童星的妈妈，这多好啊！这话让你说的，你是正儿八经想要领养小安妮的吗？我看你是想要吃人家的红利，让人家成为童星，成为你们家的摇钱树吧。你当你肚子里打的什么算盘？老娘我不知道，当你是什么好东西呢？小安妮啊，叔叔跟你说，只要是你选择叔叔，叔叔绝对会拿你当亲闺女。叔叔有的是钱，以后你想要啥，叔叔就给你买啥，好不好呀？我说，什么叫你的闺女啊？我们也来了，总不能让我们跑空吧？我们也要领养小安妮做女儿。没办法，我家的条件是最好的，她将来可是要成为艺人的，我能供她学钢琴学跳舞，你行吗？我一时间，为了领养小安妮，眼前的二人吵得急头白脸。小安妮震惊地看着，心里却越来越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原来这些人不是想要领养我的，他们不是真心想要当安妮的爸爸妈妈。不要再吵了，领养有严格的规定，不是到这儿就能拿走的，请你们赶紧出去，你们吓到孩子了。小安妮，选我，每天都有哥哥姐姐陪你玩。不，小安妮选我，我培养你成为人才。你们是为了钱领养我的吗？我现在不想被领养，我也不想被你们领养。你有什么资格选择不领养啊？你不就是个孤儿吗？就是这年头孤儿还能选自己的父母啊，有人领养你就不错了。你是不是觉得你自己有点热度就很牛气啊？你这孩子怎么这样啊？小安妮捂住耳朵，她不想听见大人们刺耳的争论声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一群妖魔鬼怪，给我滚出去！小女孩终于盼到了和妈妈团聚。然而幸福的日子没过几天，突如其来的一场意外残忍地夺走了女孩母亲的生命。一段女孩哭着恳求大家救救妈妈的视频，竟然在网络上火速地传开了。小安妮，跟我走吧，等你成了小童星，我就是大明星的妈妈了。小安妮，跟我走，我给你培养成全方位人才，把你当成我亲女儿对待。你们是什么牛鬼蛇神？都给我咕噜开！顾倾城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这小子是谁呀？凭什么管我们？就是我们是来领养小安妮的。你是谁啊？怎么可以这么对大人说话？一点教养都没有。哼，从你们嘴巴里谈教养，你们莫名其妙冲进来，不符合规定的去靠近小安妮，你们的教养又在哪里？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没有礼貌？我告诉你，我可是都直播着呢，能看到你的脸的。这位大姐，没礼貌的是你行吗？你还有理了？就是啊，这个小男孩好勇敢，眼睛就跟个小狼崽儿似的，太棒了！磕到了。小安妮虽然命苦，但是她真的好棒，好勇敢，懂得跟坏人反抗，而且她身边有一个男孩子还愿意帮助她。刹那间，越来越多的人涌进直播间，全部都在夸赞小安妮和顾倾城。白安旭一直在角落里看着亲生女儿被人刁难，想上前帮忙，但却碍于身份，又犹豫不前。不要吵了，我刚才已经收到消息了，小安妮的家人已经在路上了，他回来接小安妮回家的，所以请你们现在速度离开这里。什么玩意儿啊？我们还不乐意领养呢，装什么装呀？谢谢院长您的帮忙。
谢我干什么？我刚才说的是真的，你的家人已经来接你走了。那家人是谁？是我。小安妮听着这熟悉的声音，心里咯噔一下，循声看去，只见白安旭气场强大的从不远处走来。叔叔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之前不是说安妮不是您的亲生女儿的吗？霍安妮，我认识你的亲舅舅，你的亲舅舅会带你回家，以后你就有家了。虽然安妮不是叔叔的孩子，但是叔叔却要带着安妮去找安妮的舅舅吗？是的，你的舅舅会给你一个住所，从此以后你再也不是孤儿了。幸福来得太突然，小安妮眨着水汪汪的大眼睛，一时间不明所以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小安妮，你总算是有个家了。你这一次回去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，千万不要再回来了呀。我有家了，可我却依旧不是叔叔的女儿。一旁，顾倾城悄无声息地离开，走的时候没有任何人发现。老大，你说你明明那么喜欢小安妮，为什么不能制止她，让她不要走呢？或者你陪陪她，直到她离开这里呀？就是，你总不能每次小安妮出事的时候你就到场，然后她没事之后就离开吧？你俩是好朋友，不应该是一起吃糖一起挨训的吗？那叫同甘苦共患难，没文化真可怕。你们都走，别围着我转。嗡。另一边，小安妮还在失神，她一回头，却找不到顾倾城的身影。顾倾城他人呢？不知道，那小子指不定到哪闹别扭去了。你上次被亲妈带走的时候，他好几天不吃饭，过一阵子就好了。小安妮蹙了蹙眉头，转身向他和顾倾城的老地方跑去。哎，小安妮，你去哪儿啊？顾倾城。你来干嘛？我想跟你道谢，谢谢你，你刚才救我的样子真的很帅，像是假面骑士。佩雷，我要真是假面骑士就好了。你以后不要再说难听的话了，不然阿姨知道又该训你了。我怕他训我吗？小爷我什么都不怕，天不怕地不怕。既然什么都不怕，那你为什么不和我说再见呢？为什么每一次和我分开的时候都要一个人躲起来呢？闻言，顾倾城一愣，脸上的表情陡然垮下，仿佛有什么东西尽数崩塌，眼睛里瞬间失去了锐气。不关你事儿，我不想和你说再见。等等，小安妮，你听我说，有钱人的日子可能并不好过，他们虽然带你走了，但不一定真正的心疼你，你要好好照顾自己。如果有人欺负你了，你就按照我教给你的反击回去。我知道的，你教我的我都记得。韩龙，他们要你学什么，你就好好学，而且要学到最好。钢琴、舞蹈、所有他们给你学的，你都要学好。安妮知道，我一定好好学习。你和你妈妈不一样，你可以过上比你妈妈更好的人生。等你长大变强，就不需要管身边人到底爱不爱我们，我们也不需要依靠他们，懂吗？安妮懂了，我们还会再见吗？会的，我会努力，拼命往上爬，我们在顶端相见。顶端有多远？顾倾城撇过头去，没有回答小安妮的这个问题。去吧，快去找你的3个哥哥吧。此时，小安妮早已泪流满面，转身跑走了。而在角落里，小安妮同父异母的3哥正巧看到了这一幕。哼，年纪不大，还蹦出来个护花使者。办完整个手续，小安妮抽抽搭搭的与大家道别，然而顾倾城却始终都没有出现。小安妮，好好生活，照顾好自己。顾倾城呆呆地缩在角落，看着小安妮上了那辆极其漂亮的劳斯莱斯，直至消失在眼前，他才失魂落魄地转身走进福利院。忽然，身后传来一声急刹，顾倾城惊喜回眸，可映入眼帘的却不是刚才那辆汽车。请问您是来找谁的？我是来接顾倾城的，他是我孙子。来接小城的。呵，长得不错，个子也高，比例也好，眼神也到位。跟我走吧，以后你就是我顾家继承人了，要什么有什么。哼，你们认识霍家和白家吗？哪个霍家哪个白家？就是龙国最大的那个。小少爷应该说的是白安旭的白家和与他联姻的霍家啊，他们2家呀，我们是龙国的3大家族，怎么可能不认识呢？我们是世交，你问这个干什么？如果我跟你回去的话，我是不是有概率见到白家的孩子和霍家的孩子吗？那是肯定，我会给你亲自操办一个晚宴，到时候会让你见到所有圈里的孩子，你会是我们顾家唯一的长孙。你说的，我要什么都有。要星星买给你，要小岛也买给你，船车都买给你，可以走了吗？我只要白家的女儿。啥？要人？这个孙子有点意思，跟我那个不争气的儿子风格截然不同，倒是有些像我。
如果白家的女儿愿意跟你在一起的话，可以，你要养要娶都可以。走吧，上车。看着顾倾城冷傲的背影，顾老爷子嘴角抽了抽，与保镖面面相觑。白家哪来的女儿啊？他们家不是生了3个男孩吗？4岁的小女孩出生以来，第一次见到自己的亲生父亲。然而身价上亿的父亲却并不认她，甚至连他3个哥哥都对她怀恨在心，整日挖苦。你没有什么想问我的吗？没有，妈妈以前告诉过我，不该问的不要问。你不要误会，我不是你的父亲。我之所以带你回来，是因为我认识你的舅舅。我爸爸的意思是说，你的妈妈上面有4个哥哥和1个姐姐，姐姐就是我的母亲，不知道你知不知道？安妮知道，是叫霍兰兰吗？妈妈每次喝多了都会念着这个名字。呵，你妈妈估计没少说我妈妈的坏话吧？妈妈有时候会说很难听的话，但大多时候都只是在哭。哭？她在哭什么？哭着喊姐姐。刹那间，车厢内安静的连一片叶子掉落都能听得到。小安妮感觉气氛不对，胆怯的缩了缩脖子。安妮，是说错话了吗？不管怎么说，你的母亲和我母亲，也就是你的姨母关系不太好。当年你母亲伤害我妈妈未遂，所以麻烦你今后不要出现在我妈妈面前，因为你作为你母亲的女儿，就是一个错误，明白了吗？讲人话就是，如果你敢出现在我们的母亲面前，我们就直接把你丢了。安妮知道了，安妮不会出现在姨母面前的。妈妈果然没骗我，真的所有人都不喜欢我，所有人。拿着，这里是200万，是你2个月的零花钱，嫌少现在就跟我说。200万是多少钱？这能买多少袋3鲜意面呀？你就知道你那个破3鲜意面，这钱可以买好几栋房子的3鲜意面了，你可真穷酸。叔叔，这个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的。白安旭懒得多费口舌，直接将卡交给了3儿子白敬慈。你来管，你带着这笔钱去给他买些新衣服，把从福利院拿回来的都丢掉，不要让他穷酸的出现在他舅舅霍思轩的面前。为什么是我呀？三弟，你不是跟我们这位新来的小妹妹最亲的吗？刚刚还给你贺卡，你还偷偷摸摸看来着，你不负责谁负责呀？谁说我看他那张破旧的贺卡了？我回去就用碎纸机把它粉碎了。你不要信我二哥说的话，你那破贺卡我可不喜欢，我才没有看嘞。不喜欢就不喜欢啊，为什么要跟我强调一遍呢？好的哥哥，安妮不信，一点都不信。白敬慈，看来你以后有的玩了呢。你带他进去买东西吧，我会让保镖来找你，买什么东西你自己看着办，但是那笔钱是给他的，你不许拿。一笔小钱谁稀罕啊？走了，叔叔再见，哥哥再见，谢谢你们。对不起哥哥，我给你添麻烦了，要不你回家吧，我自己一个人可以的。得了吧，就你这智商，自己一个人不一定丢到哪里去了呢，跟我进来。小安妮迈着小短腿跟在3哥白敬慈的身后，一进商场就被眼前繁荣的景象惊呆的说不出话来。哇，这里好美呀，和妈妈以前带我去的那种人挤人的狭窄小道完全不一样呢。喂，你走快点儿。哦。哎呀，你干嘛呢？妈妈说过在外面要与他保持距离，不然安妮会给他丢脸的。对不起哥哥，我不应该离你这么近。原本小安妮动作太慢，白敬慈憋了一肚子火，然而当他听到安妮说出这番话来时，他的脸色顿时微变。你妈妈不让你挨着她走，她为什么要这样对你？我小时候都是绝对不可以离开妈妈的视线范围之内的。对不起哥哥，安妮不明白你的规矩，可以再说一遍吗？规矩就是你要跟在我身边，寸步不离，不许离开我视线，听到没有？听到了。真奇怪，你妈妈一天到晚都给你说了什么？你怎么这么自卑？妈妈说我生下来就是个错误，错误不配好好活着。闻言，白敬慈一愣，怒气顿时消散。难道这小家伙一直以来都是在他妈妈这样的对待下长大的吗？我的妈妈一天恨不得夸我们哥仨800遍，可他的妈妈却……哥哥你生气了吗？哥哥不要生气，安妮以后会注意的。我没生气，走吧，快到了。你先进去等我，我去趟厕所。记住，你的头必须抬起来，抬头一定要足。如果让我知道你做出丢了我脸的事，我真教训你，听到没有？抬头挺胸，抬头挺胸。哎，你是谁家的小孩？你迷路了吗？没有哦，姐姐，我哥哥带我来买衣服的，
他说让我在这个店里先等他一会儿。店员从头到脚将小安妮打量一遍，看着眼前穿着破烂不堪的小女孩，脸色瞬间一变。小妹妹，我看你还是先出去吧，你在我们这里很容易耽误我们做生意的，万一有细菌带来就不好了。能来这里买东西的弟弟妹妹可是很金贵的哦。不行，我要是走了的话，我哥哥就该找不到我了，他去上厕所了，很快就能回来的。那你也不能在我们店里干站着不买东西啊，如果你在这里偷了东西怎么办？所以你还是去外面等吧。说罢，女人拎着小安妮跟拎小鸡仔一样，把她丢出了店外。小安妮茫然四顾，却始终不见哥哥的身影。走远点儿，挡在我们店门口，别人还怎么敢进来啊？我就在门口等哥哥也不行吗？不行，你哥哥连个纽扣都买不起，你在这边等什么等？我看你哥哥就是故意派你来做坏事的吧？我哥哥不是你说的那种人，我不许你这样笑话我哥哥。此时，三哥白敬慈恰巧上厕所回来，离老远就见小安妮正在门口和店员争执。哎呦，不小心戳到你那小小的尊严了是吗？没想到你人不大，还挺懂得维护家人的呢呀。你可以说我穷酸，但我哥哥不是你说的那种人，而且叔叔给了钱，哥哥才带我来的，你不可以说我哥哥。二人争执不休，不仅引来了商场经理前来，还吸引了不少群众围观。我说你哥哥怎么了？想必你哥哥也就是个穷光蛋，还不让人说了呀？这位小姐姐所说的穷光蛋是我吗？霎时，气氛寂静一片，所有人通通看向声音的来源。哥哥，你终于回来了，你没事吧？没事的，哥哥。安妮有听哥哥的话，一直在这里等着哥哥呢。哎呦，白少爷，您大驾光临，怎么也不跟我们说一声啊？身边也不带个人来，这位是该不会真是您的妹妹吧？白敬慈看向小脸还泛着怒气的小安妮，突然心中升起了一丝保护欲。是啊，很不巧，我就是他的哥哥。这事咋办？这家人绝对是个有钱人。小帅哥，刚才你不在的时候，这女服务员把你妹妹给明里暗里的损了一通，你可别再把你妹妹一个人丢在这了，要是被坏人领走了怎么办？不是这样的，刚才我们之间有些误会，有个和他长得很像的小偷，我误以为是他呢，实在不好意思。哦，你的意思说我妹妹长得很不老实，是吗？你少说两句吧，赶紧跟这小姑娘道歉。不用道歉了，经理，从今以后我不想再在商场里看见她。是，那被辞退了，现在可以走人了。别啊，白少爷，我家里有俩孩子要养，还有房贷要还，我不能失去这份工作啊。这样，我给您打个折，我自己掏腰包补贴，您看行吗？白敬慈一言不发，就好像没有听到一般。女人见状，恳求的嘴脸只好转向了一旁的小安妮。小妹妹，你帮我跟你哥哥说说情吧，我真的不能没了这份工作，我女儿就和你差不多大，还在家等着我呢。闻言，小安妮回想起曾经自己一个人在家孤单的等待着妈妈回来的模样，心下不由一软。哥哥，要不然我们就……小安妮，你对伤害你的人心软，就是对你自己残忍，这件事不用再说了。走，咱们今天把店里的衣服全都买下来，好不好？哥哥，这太多了，我穿不过来的。没关系，换着穿，一天穿一套，免得下一次有哪个眼睛长脑壳上的家伙再嘲讽你。走，赶紧走，别挡在门口影响做生意。白少爷，你里面请。今年的女童新款，所有粉色的我全要了，顺便再找一件衣服给她现在换上。好的，白少爷，小姐跟我来换衣服吧，我来伺候您。霍安妮受宠若惊地跟着服务员走进更衣室。没多久，当小安妮再次走到众人的面前时，周遭竟然发出了阵阵惊叹。这还是之前那个脏兮兮的小女孩吗？3岁半的小安妮有个富豪的爸爸和3个帅气的哥哥，原本可以过着小公主一般锦衣玉食的生活，然而他们却都对安妮弃如敝履，满脸嫌弃，甚至不惜推给舅舅，以摇钱树的名义假借抚养。哥哥，安妮好看吗？穿的总算像个人了。谢谢哥哥给我选的衣服，安妮很喜欢。我才不在乎你喜不喜欢呢，把所有东西都送到我给你们的地址上。好的，白少爷，总共花费26万。26万是多少钱呀？听不到10，听不到快，为什么只能听到万呢？曾经跟妈妈一起生活的小安妮，见过最多的也就是50块，她从不知道这世上还有万这个数字。这就是有哥哥的感觉吗？这是不是代表安妮今后可以把哥哥看作是家人了呢？你怎么又走得这么慢？你要自信的挺胸抬头，走到我的身边来。谢谢哥哥刚才护着我，像一个王子一样。别巴结我，我可是不听任何巴结的。三哥哥真是个面冷心热的大好人，虽然他嘴巴上不承认。
此刻或许连小安妮自己都不知道，她已经不知不觉从最开始的怯懦自卑，慢慢变得走路挺胸抬头，眼神也有了光彩。这才是我白敬慈妹妹该有的样子。不久后，亲生父亲白安旭带着3个儿子，私下里找到了小安妮的舅舅霍思轩，打算让霍思轩暂且收留这个小麻烦。我已经让老三给霍安妮买好了衣服，所有东西全部送到你汤臣的那栋房子里去。你房子密码是多少？什么？你们已经把霍安妮给接回来了，还要放我那儿？你们在搞什么？你自己也有很多空房子的啊！我虽然手底下有很多房产，但我担心兰兰偶尔会去查看，所以我没法将霍安妮放在那。你就帮我先收留她一阵子，到她成年上大学为止。你管那叫一阵子呀？你干脆让我把她养大，然后让她给我养老送终得了。你知道的，钱肯定不会少了你的。这不是钱不钱的事，而是这孩子我不喜欢。她是霍嫣然的女儿，就算霍嫣然是我亲妹妹，那也是我的仇人。我凭什么要帮仇人养女儿啊？她母亲是她母亲，霍安妮是霍安妮。这孩子还小，好好教育，以后不一定会像她妈妈。凭什么我要帮她母亲收拾烂摊子啊？这孩子就不该存在这个世上，身上是她母亲的基因，能好到哪里去？当初霍嫣然就应该给弄掉。闻言，一旁没吱声的老三白敬慈皱了皱眉。其实在和小安妮的接触中，他觉得小安妮不是那么坏的孩子，虽然只是他这么觉得。舅舅要是不愿意，那我们就再买一套房，我们自己来养。不行，我们的房子都有被你们母亲看到的风险。这个孩子长得太像霍嫣然了，兰兰看到绝对一眼就能认出来。当年的事情，兰兰已经承受了太多，不能再受刺激了。那就送养啊，为什么非要安排在身边？这个孩子树大招风，被大导演看中，将来很有可能会成为一个童星。很多人抱着图谋不轨的心思抢着要领养，想利用霍安妮当摇钱树。霍思轩沉默了，毕竟安妮是霍家的后代，他作为一个艺人公司的老总，并不想肥水流向外人田，便宜了别人。你开个价吧，我给你房租，平日霍安妮我会安排保姆负责照顾。如果你还是不同意，我就只能去找其他办法。房子的密码是135246。知道了，谢了。但是我有个条件。你说。我不需要你付房租，但我要这个孩子签约我的公司，进入娱乐圈，到时候也就可以顺理成章的住在我家了。可是舅舅，安妮现在还小，你现在让她进娱乐圈，是不是不太好啊？三弟呀，你这是在心疼那个小不点吗？跟他一起逛街后被攻略了，好感又屁了呢。我才没有被攻略，你别胡说。可是兰兰如果在电视里看到霍安妮了怎么办？到时候再说呗。现在霍安妮的商机很大，必须要抓住。况且霍嫣然已经不在了，兰兰难道还能怀疑这是你的孩子？那好，就先这么定了。那我现在就通知助理，让他来接走那个小崽儿。喂，钱多多，你下班跟我回家一趟。霍总，我跟在您身边这么多年，您总算是对我的美色动心了吗？但抱歉，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，我们2个是不可能的。你脑子在想什么呢？之前你不是看上了一个美人胚子吗？那孩子是我的亲侄女，今后我把她交给你了。是这样啊，您动作真快，这就把未来的小童星领回家了。那好的，我马上过去。该说不说，霍总你可真牛。自我感觉良好。小安妮跟着众人来到住处，助理钱多多看到小可爱，顿时难掩兴奋。今后你就是他的经纪人了，你就专门带他一个孩子就行。请您放心，我绝对不会让霍总失望的。不过说起来，霍总您刚与侄女相认，是不是有点小兴奋呢？就算他从我面前的窗户跳下去，我霍思轩内心都不会有丝毫的波动。说罢，霍思轩一脸不情愿地走到霍安妮的身边。当2人四目相对时，霍思轩脚下一顿：“舅舅好。”这孩子确实可爱的有些过分，比照片上还要好看，果然和他妈妈一样，长着一张天真无邪的面孔。哎呀，宝贝儿，你太漂亮了，一看就是前途无量啊！这个大姐姐是……太激动了，忘了自我介绍，我叫钱多多，从今天开始就是你的经纪人了，以后带着你挣大钱，好不好呀？挣大钱？对，我们家不养废人，你要自己挣生活费和学费，不然我这么大的房子白给你住啊！舅舅，你说话别那么刻薄，他还只是个小奶团而已。没事的，没事的，安妮一定会努力挣钱的，只要我能有一个家。钱多多，你先去吧，明天带霍安妮去找导演面试，我现在有话跟他说。这身衣服是你自己选的？不是的，是三哥哥帮安妮选的，三哥哥眼光很好的。
穿的再好有什么用？就怕表面上装的天真烂漫，背地里竟干一些见不得人的烂事儿。啊，舅舅，安妮没听懂你说的意思。没什么，你妈妈怎么死的？什么？妈妈她死了？顿时，安妮的小脸变得惨白。霍思轩这才想起来，大家一直都在刻意隐瞒霍嫣然离世的消息。舅舅，你别胡言乱语。霍安妮的妈妈只是到天上当魔仙堡的女王了，根本没有死掉。女王，你怎么不早说？谁能想到你上来就问这个问题呀？请问我妈妈是死了吗？我刚才说错话了，你妈妈确实是到天上当那个什么蟹黄堡女王了。是魔仙堡女王。对，魔仙堡女王。但是你妈妈去当女王之前，应该生活中经常骂我们的吧？闻言，小安妮脸色微变，回想起以前，她难过的垂下了眼眸。霍安妮，你别在我们面前装可怜耍心机。你妈妈怎么跟你说的？你必须如实交代，否则我就不养你。妈妈不喜欢我，她只跟我说过爸爸和3个儿子过得很幸福，我是多余的那个。她平日喝多的时候也不怎么提起你们，骂的最多的人是安妮。然后呢？她平常都是拿什么挣钱的？小安妮摇了摇头，她多少明白些妈妈做的不是什么好营生，所以不想让大家知道。还有你妈妈为什么会出车祸？妈妈被一个女人追着打，因为那个女人的男人要给妈妈钱。什么男人？什么要钱？我们当时已经没有钱交房租，也没有钱吃饭了。妈妈害怕的跑了起来，跑到马路上，然后就被车子撞了。你的意思是你妈妈管一个有媳妇的男人要钱，对吗？霎时，房间内一片寂静。小安妮羞愧的点了点头。她经常干这种事吗？她霍嫣然竟然这么作践自己，从小到大我们霍家什么时候亏待过她？伴随着霍思轩的怒吼，小安妮突然钻到了桌子底下，吓得浑身瑟瑟发抖。舅舅，不要打安妮，安妮错了，安妮以后不乱说话了，安妮知道错了。出来，谁要打你了？安妮错了，你们不要生安妮的气，安妮真的知道错了，求求你们不要打我。只因男人起身的速度太快，女孩竟然浑身颤抖，条件反射地躲到了桌子底下。原来自打她出生以来，5年里每天都过着非打即骂的生活。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，不要打我，求求你不要打我。你错哪儿了？你没有错，没人打你，你快起来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小安妮颤抖着身体，一遍遍地对着空气道歉，原本天真的眸子里充满着恐惧。霍安妮，我是白敬慈，你清醒一点，没有人来打你，也不会有人敢打你，我在你身边。白敬慈哥哥哥哥，他们要打我，我不想再被打了。安妮没有做错任何事，哥哥求求你帮我求求情，求求你了。不会有人打你的，你是我们白家的人，我不是说过吗？在我们家永远不用仰人鼻息，你是最厉害的。方才情绪失态的霍思轩看着痛哭的小安妮，逐渐清醒过来，满心的内疚。刚才我只是太生气了而已，我没有在怪你。他才4岁，还是个小奶团，你生气也不能在他的面前摔东西啊。不对，我觉得他这个反应不对劲儿，显然是有人摔过东西后打他，他如今已经形成了一种条件反射。你告诉哥哥，以前有人打过你吗？打过，那个人摔了酒瓶就来打我，好几次了，打完我就给妈妈钱，妈妈让他打，可是安妮什么都没有做错。小安妮泪眼朦胧回想着痛苦的往事，令在场的所有人心都揪了起来。好，你没有错，没有人说你有错，没事的，哥哥一直在你身边。找到那个男人，我要让他付出代价。闻言，老大白敬言二话没说，转身出去打电话调查。白安旭压制着内心的愤怒，平静地看着霍安妮。叔叔，霍安妮，你记住，从今天开始，不会再有人敢欺负你。就算是我们不喜欢你，我们也绝对不会让你受到半点苦难。当初欺负过你的人，我会让他付出加倍的代价。谢谢叔叔。白安旭心弦微动，情不自禁拉住了霍安妮的小手。这是他第一次触碰自己的这个孩子。走，带你去休息。寂静的深夜中，一个男人神色惊恐地捆绑在烂尾楼里，一抹熟悉的身影鹤立在他的身旁。大哥，我没有得罪过你们吧？求求你放过我吧。这个孩子你认得吧？你打过他吗？霍安妮，你们是谁？你们和他是什么关系？我是他父亲。父亲？不对啊，那臭丫头不是没有爹的吗？白安旭向身后人使了个眼色，压制住内心的怒火，转身大步离开。刹那间，撕心裂肺的惨叫划破夜空。霍嫣然，这真是你死了，不然我绝对也不会放过你。喂，选一个高学历的保姆，好好照顾霍安妮，记住，一定要喜欢孩子的，调查清楚有无黑历史。好的，白总。霍思轩的卧室里，小安妮紧紧抱着小熊，
带着还没干掉的泪水慢慢睡去。老三白敬慈守在身边，帮着拭去眼泪。不是吧，三弟，你应该是我们之中最讨厌他的那个，现在怎么经过一天的相处，你跟换了个人似的呀？我只是觉得他哭得让我心烦，想让他停止哭泣罢了，没别的意思。哈，可真算得上坦诚。虽然霍安妮很可怜，可你不要忘了，他母亲差点害死咱妈妈，而且他母亲还是用不正当的手段。有了霍安妮的，霍安妮就是个肮脏的证明。霍安妮已经换掉了那一层皮，现在穿的衣服是最好的，不是吗？她并不脏。老三白敬慈抿了抿嘴，不再多说，气冲冲的起身离开了屋子。哈，有意思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当小安妮再次睁开眼时，身边不见了三哥的踪影，取而代之的却是让他内心为之一颤的霍思轩。别怕，我不会害你的，我刚才就是生气而已，并不是跟你生气。叔叔，你是我妈妈的四哥吗？是的，你妈妈提过我吗？妈妈说过，她的四哥是一个脾气特别暴躁的人，但妈妈也说过，四哥虽然暴躁，但人其实特别的好。你妈妈还提过我们的好话，她不是应该最讨厌我们才对吗？妈妈喝多的时候会跟我说，你们都是聪明人，只有她一个人是笨瓜。她还说你平常最喜欢嘲笑她智商低，但有时候你又会帮她。我什么时候嘲笑过你妈妈智商低了啊？我从来都没。霍思轩的话戛然而止，他突然想起曾经与霍嫣然的过往。四哥，你看我6级终于过了，真是太不容易了呢。6级很难吗？你知不知道兰兰在你这个时候雅思都拿到9分了？你什么意思呀？这是我辛辛苦苦考下来的，我跟你们又不一样，你这样说话有意思吗？哈哈哈，是，你辛苦考下来的，但谁让你是我们整个家族里最笨的呢？我们跟你可不一样，实在体会不到你这种来之不易的辛苦。原来当初的那句玩笑话，他竟然气到现在。叔叔，安妮虽然不知道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，但是妈妈每次喝多之后都会哭，她说你们永远对她都不满意。为什么无论我怎么做他们都不喜欢我？就因为我是全家族里最笨的吗？我霍嫣然是不是生下来就是个错误？安妮，你告诉我，我们这种人为什么要活着呀？这是妈妈跟我说过最多的一句话，她一直认为她的出生是个错误。霍思轩沉默了，回忆不断涌入脑海，他不能否定霍嫣然说过的话。曾经他年少无知，并不懂得理解别人的感受。我知道妈妈犯了很大的错误，她罪恶多端。可是叔叔，妈妈她真的只是想要得到你们一句夸奖而已。安妮不求你们原谅她，但希望不要觉得她真的很坏，可以吗？闻言，霍思轩内心不是滋味儿，毕竟霍嫣然已经不在了，原不原谅都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。我知道了，你睡吧，我会留在这里直到给你找到合适的保姆为止。还有，以后别叫我叔叔了，我是你四舅舅，你叫我舅舅就好。舅舅。别得意，明早你还要去面试，你要好好工作，支付你的房租。我跟你妈妈关系不好，没有必要抚养你。安妮会努力的，一定会的。女人从睡梦中惊醒，坐在床上大口大口的喘着气。兰兰，你是不是又做噩梦了？安旭，我梦见嫣然了，梦见她被困在沼泽里，我怎么拉她都拉不上来，最后眼睁睁的看着她死了。你说她会不会出事了啊？说什么呢？霍嫣然早就已经出来了，现在不知道在哪里也呢。你别管他，别忘了，你是因为谁才摘掉一个肾的？不是的，嫣然是救我的，她没有要害我，她只是被那个男人诬陷了。你相信我，安旭，她只是对我有愧，才点了罪过的，帮我把她找回来吧。兰兰，当初霍嫣然对她犯下的错供认不讳，她一心想要害你，证据确凿，你善良也要有个度，你把她当妹妹，她却并非拿你当姐姐，懂吗？闻言，霍兰兰眼里期盼的光寸寸泯灭，失望的低下头。我去给你倒杯水吧。安旭，我记得你和嫣然有了一个孩子，那个孩子他生下来了吗？我已经给他钱，让他打掉了，怎么可能生下来？是吗？那我为什么总感觉……不要再提了，你先睡吧，我出去透透气。霍兰兰呆呆地看着白安旭离开的背影，随后摸出手机，拨打了一通电话。您好，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，请查证后再拨。嫣然，你到底在哪？你是故意在躲着我吗？霍兰兰蹙起眉，再次拿起手中的电话。嫣然，你现在过得还好吗？当初你说你不想把孩子打掉，现在你们在哪儿啊？我想见一见你们。你放心，姐姐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想到你如今作为单亲妈妈一定很辛苦吧。如果生活上遇到困难，你可以来找我。如果你不愿意跟我说话，直接把卡号给我也行，姐姐给你打生活费。我想你好好生活，姐姐担心你。霍兰兰盯着手机，然而所有的消息如同石沉大海，连一句回应都没有。
霍兰兰翻看起霍嫣然的朋友圈，然而最新一条动态已然是在自己刚结婚的那天。霍兰兰的鼻子一酸，头疼症发作，疼得几乎都要炸开了，她只能赶紧退出，看其他软件转移一下注意力。然而新闻上的热搜第一却又引起了她的注意。妈妈，你醒醒，妈妈，你别丢下安妮好不好？这孩子怎么这么像我的丈夫白安旭？小安妮面试小童星，无意间情景再现妈妈离世时的场景，竟差点哭晕了在场所有人。来吧，我的小摇钱树，咱们开工喽！安妮是要去赚钱了吗？对，我们今天先去面试，如果大导演看中你了，你就发达了，能挣好多好多钱呢。那安妮就可以自己付舅舅的房租，还可以自己买好看的小裙子了。那可不，当初我在网上看到你的时候，一眼就刀中你了。如果你今天能得到大导演的赏识，到时候我就带你去淘气堡玩。淘气堡？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，但是我跟你说，我们可能会迟到哦，因为对方通知的晚了，但答应会特意等我们一小会儿，所以你进去的时候一定要好好表现哦。试镜大厅内，一个6岁的小女孩，下巴高高扬起，像是一只傲娇的小孔雀，而在她的身边还站着一个同样面容精致的妇人。请您回去等我们消息就行，通过与否，我们会通过短信通知的方式告诉您的。阿姨，你虽然嘴上这么说，但是这个女主角肯定已经定下来是我了吧 ？What？ 美西，不要这么说，还不一定呢，说不定还有很优秀的小朋友跟你竞争，不要骄傲。妈妈，我就是觉得我会成功啊！刚才和我一起面试的女孩都没有我们家有钱，不行就让爸爸把这部电影直接买下来呗。那个小朋友自信满满是一件好事，还是您教的好呀？那么就麻烦您先回去等消息吧，失陪了。说罢，工作人员回到了试镜棚，刚一进门就见李导暴躁地翻看着面试人的资料。没有一个我喜欢的，尤其是刚才那个赵美熙演的是什么东西？我让她演一个受尽苦难的小可怜，不是让她演高高在上的大孔雀。李导，你也别生气，这个赵美熙家里有钱有势，肯定是要给她一点薄面的。而且这孩子好像觉得咱们的女主角已经内定是他的了。啥？写他？是我疯了还是他疯了？孩子不懂事，家长心里也没点数了是不是？李导，他们人可能还没走远，您这么大声，说不定他们会听到的。那个叫小安妮的孩子还没有找到吗？找到了，只是他的经纪人今天早上才联系到我，现在应该在赶来的路上，差不多半个小时后就到了。你确定这个孩子能来是吧？我现在就去门口等他。就在这时，钱多多拉着小安妮正跑向试镜棚，恰巧遇到刚要离开的赵美熙母女。站住！你们是来面试的？是的，我们是来面试的。不好意思，请让一下，我们要迟到了。女主角已经定下来了，就是我，你们也不用进去了。再说，像你们这种连面试都能迟到的人，一点也不敬业，别进去丢脸了。不好意思，就算是女主决定了，我也要带着我的艺人坚持到最后一刻，麻烦借过。哼，可是大婶，你带着这个妹妹进去了也是自讨没趣，不过就是浪费导演的时间而已，肯定是选不上的。此时，工作人员恰好看到了小安妮，顿时喜上眉梢。哎呦，我的小宝贝儿，我们导演就等着您的大驾光临了呢，时间刚刚好，上一个人刚结束，来吧，我现在就带着您进去。妈妈，你看。哎呦，这是怎么回事呀？我的公主殿下，您刚才不是还说女主角已经定你了吗？那怎么现在导演还等着我们安妮来呢呀？难道是你在自作多情吗？你对我女儿说话客气点，她还只是个孩子。好的呢，公主殿下，没问题呢，公主殿下。公主殿下还是赶紧走吧，等结果公布了，别刺穿了您的水晶心。哼，我还不走了呢，反正最后的女主角是我，那个家伙肯定选不上，我就在这等着。那你等着吧，反正我们安妮拿的是玛丽苏女主剧本，角色肯定是她的，我就不信我钱多多的眼光会有错。试镜棚里，小安妮小手揪着小裙裙，紧张地站在一群大人的面前。李导看到她的一刹那，双眼顿时放光。小妹妹，有人夸过你很漂亮吗？有的，导演。没关系，你不用紧张，我知道你是第一次演戏，但我觉得以你的气质，特别符合我想象中女主角的模样，所以等下你演一段，如果演得好，我给你糖吃，怎么样？说罢，一旁的工作人员如见鬼一样看着这个外界称号李阎王的李导。这变脸也太快了吧！刚才对所有的小演员都全程臭着一张脸，活像是灰姑娘的继母，眼下竟然直接变成仙女教母了。副导，去把霍凌风叫来，让他见见我选中的这个小女主角，让他们两个人对下戏。凌风啊，李导让你去和他的心动选手对个戏。什么？我真就不明白，明明很好的一个片子，非得要找一个素人来演，演砸了怎么办？李导毕竟是大导演嘛，
拍一部火一部，对角色向来很挑剔，每次都必须符合他心目中的预期。你知道的，天才都或多或少的有些古怪。行吧，那我去一趟，好让他死心了这条心。我就不信一个素人演技能好到哪去。霍凌风气冲冲地朝试镜棚走去，路过等候大厅时，与赵美熙等人擦肩而过。看着霍凌风消失的背影，赵美熙的小脸上满是惊讶。妈妈，刚才过去的那个人不是主演叔叔吗？咦，没听说这次面试主演也在啊？那为什么我刚才参与面试的时候，主演叔叔没有来呀？这我们家的小安妮待遇就是不一样，男主角都亲自来配合面试，也不知道某些公主殿下有没有子淑荣呀？七，我才不稀罕呢，反正他不会通过，我才是真正的女主角。我来了，林峰啊，来，和我们这位小女孩对个戏。这位是霍安妮，很巧，和你一个姓的。闻言，霍凌风怔了怔，小安妮也同样的满眼茫然。当二人对视时，霍凌风心里不禁咯噔了一下。这孩子的脸怎么这么像我的妹夫白安旭啊？一种不好的预感出现在霍凌风的脑中，他急忙翻找出家族群，因为工作忙的关系，他平日很少看。然而当他打开群消息的时候，我操，这个家伙竟然真的是白安旭的女儿，那么说，难不成就是我的侄女儿了？怎么了，凌风？小姑娘给你美的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是吗？怎么光站着发愣啊？这个叔叔真奇怪，他长得好像我妈妈呀。不行，这个孩子绝对不行。怎么就不行？小安妮不管是外观还是气质都是很不错，现在就需要验证一下她的演技。如果可以雕琢，我肯定会要她。你怎么能开口就说不行？可是她的演技肯定不会好，因为他妈就不怎么样。霍凌风的话戛然而止，因为他突然看到了小安妮受伤般的双眸。为什么这个叔叔要提我的妈妈？凌风，不瞒你说，我已经了解过了，他妈妈确实犯过一些事，可那又怎么样？他妈妈是他妈妈，关他什么事？闻言，霍凌风猛然醒悟，认识到方才自己确实有些失态，但想法却依然不变。不管怎么说，我还是支持原先的那个小演员，虽然年龄有点大，但是经验丰富，哭戏也很好，会是我们最好的人选。我说过了，这个孩子的背景设定在4、5岁，你看中的那个孩子都9岁了，还怎么符合剧本人设？那行，我们速战速决，反正他也不会通过，就这样。为什么这些长得跟妈妈很像的叔叔见到我都那么讨厌我呢？安妮会通过啊？你说什么？安妮一定会通过的，为了留下来，为了和顾倾城哥哥在顶端相见。还别说，这种不服输的劲儿和他那个笨妈真是一模一样。小安妮，叔叔一会儿跟你说什么你就想什么，然后把叔叔跟你说的表现出来就行。我想要考验你一下，看你能不能哭出来，好吗？小安妮听得云里雾里，但还是勉强的点了点头。来，想象一下，你妈干了。当然，不是你现在的妈妈，我说的是剧本里你的假妈妈，她嘎在了你的面前。开始。小安妮拧起眉头，想象着，逐渐神情变得失魂落魄。对，感觉很好。现在你的妈妈就在你面前，你蹲下身，想象着，看看她，妈妈对你依依不舍。你怎么办？我死了，你要怎么办？随着李导引导的话语，小安妮脑海中猛然回想起妈妈那天倒在水坡中的画面，漂亮的眼眸瞬间露出无助与绝望。妈妈，你醒一醒呀，妈妈！小安妮一声比一声充斥着绝望，眼泪大颗大颗的滑落下来。工作人员个个目瞪口呆，就连外面的钱多多都听得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妈妈，她哭得肯定很难看，对吧？是，她哪能跟我的宝贝闺女相提并论？好，现在你看到了你的爸爸，他与你远远相望，你接下来要做什么？爸爸。小安妮手足无措地抓着裙子，虽然眼前站着的是霍凌风，但在安妮的眼中却化作了白安旭的模样。爸爸，我喊不醒妈妈了，妈妈不理我，妈妈怎么都不理我，爸爸救救妈妈好不好？救救妈妈吧！此时，小安妮满脑子都是母亲霍嫣然倒在血泊里面的样子，她声嘶力竭地哭喊，身边的霍凌风跟着潸然泪下。爸爸，求你救救妈妈，求你救救妈妈呀！爸爸在，以后小安妮跟爸爸一起生活，爸爸永远都在。不用导演引导，霍凌风瞬间情绪带入，直接念出了接下来的台词。工作人员纷纷动容，红着眼眶看着两人。太棒了，小安妮你太优秀了，你就是我要找的人。小安妮终于面试成功，正当高兴之际，竟偶然间撞见了血缘上爸爸的妻子霍兰兰。小朋友，你是刚从孤儿院出来的吗？那你的妈妈呢？我还真是小瞧你了，小东西。那你还讨厌安妮吗？别想多，只是认可你演技了而已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的女主角了，我期待和你搭戏。谢谢叔叔。应该叫舅舅才是。真不错，演技自然，而且还特别有感染力。林峰，你相不相信，如果这个孩子可以一直保持这个状态，将来说不定他可以成为影后？这我不知道，但是我唯一知道的就是这个孩子他和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，似乎并没有遗传了他母亲的讨嫌香。
你看吧，你看吧，我就说我眼光没错，你们偏偏都不信。是，李导您眼光独到。李导，是咱们见识浅薄，您可别跟我们一般见识啊。在等候大厅里，钱多多听到试镜棚里的欢笑和掌声，激动的噌的一下从椅子上站了起来。我就知道小安妮一定能行的。妈妈，美西是要被人替换掉了吗？放心，就算是他们选了别人，妈妈也可以花钱把女主这个位置给你买回来。可是我就想让他们都喜欢我呀。赵美熙委屈的撅着嘴，看向一旁兴奋的钱多多。那家伙长得哪有我好看，肯定是背地里搞了猫腻，不然绝对不会超过我的。之后的时间里，钱多多去和李导签约合同，小安妮则乖巧的一个人在前台这边等着经纪人钱多多回来。妈妈，如果您现在知道我成为了一个小明星，挣到钱了，一定会很高兴的吧？今后您就再也不用担心钱的问题了。请问霍凌风在这里吗？此时，一道温柔的声音传来，小安妮转头看去，竟看到一个长得同自己妈妈一样极美的女人，二人四目相对，都被对方所吸引。哎，是你？这个漂亮阿姨难道认识我？我昨天还在网上见到你了呢，没想到今天我们就见面了。你是叫小安妮对吧？是的，阿姨，你长得真好看，像是仙女一样。你怎么可以这么可爱呀？你来这里是面试当小演员的吗？钱多多姐姐跟我说过，在外面不能随便跟陌生人说话，但这个阿姨看着不像是坏人呢。你是刚从孤儿院出来的吗？你的妈妈呢？妈妈上天去当魔仙堡女王了。那在我面前的就是公主殿下了呀，失敬。不，安妮不配的，妈妈去天上都没有带着我，我不是公主殿下。谁说的？你难道没有见过那些动画片的公主殿下，都是要在人间经历磨难，成为最厉害的魔女，再上天当新的女皇吗？那阿姨您的意思是，妈妈没有带我走，是因为她想要让我努力成为优秀的魔女吗？当然了，你妈妈只是想让你在人间好好学习，所以你要努力长大呀。电视里不都是这么演的吗？小安妮恍然大悟，憨憨的点了点头。霍兰兰笑容满面，随之眼神突然变得复杂起来。你真的好像一个人啊。安妮像谁呀？我的妹妹，你的嘴巴跟她一模一样，而且气质也很像。那阿姨你的妹妹呢？她不跟你好了吗？是啊，她不跟我好了，就像是从世界上消失了一样，我怎么都找不到她。霍兰兰眼中渐渐涌起水雾，心里有些难受，但立刻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。对不起，是我失态了，我怎么可以跟你说这些呢？你把这事儿给忘了吧。漂亮阿姨，没事的，安妮可以安慰你，可以陪着你的。我只是太想她了。不要哭，阿姨，你妹妹肯定也不愿意见到你哭，你不要再哭了，不然我也想哭了。要不怎么都说女儿好呢？我生了3个儿子，就是没有一个可爱的女儿，我多想有一个像你这样可爱的女儿啊。不知道为什么，霍兰兰在看到小安妮的时候，就有一种忍不住的想要靠近她的感觉。霍兰兰将手腕上的玉镯塞进了小安妮的手里。这个你拿着。不要的，阿姨，安妮不可以收下陌生人的东西。没有关系，这是我送你的，你不用紧张。谢谢你听我说话，小安妮，我相信你未来一定会成为一个很出名的演员，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见。就在此时，钱多多拿着还烫手的合同神采飞扬地走了过来，因为过于兴奋，并没有第一时间认出一旁老板的妹妹霍兰兰。走了，小安妮，这次面试非常成功，姐姐带你去玩淘气堡。钱小姐，真的是你？白夫人，卧槽，白夫人见到霍安妮了。钱小姐，你是带着这个孩子来面试的吗？这个孩子是你的？小姨，她是我小姨。啊，不是，我是说，我是安妮的小姨。你怎么了，这么紧张？我也没问你什么呀。我就是自我介绍一下，因为这孩子是我们家刚领回来的，我怕你误会。我能误会什么呀？这孩子很好，很可爱，我很喜欢。如果要是知道这个孩子是你丈夫和你妹妹生的，估计就不喜欢了吧？可能嘎了这孩子的心都有呢。霍兰兰贴近小安妮，做起了二人的约定。这个东西你就自己知道就好，不要告诉别人哦，就当做是我送给你长大的一个礼物吧。这可是我们之间的小秘密哦。我的个亲娘来，可不能让他俩再聊下去了，一会儿孩子他爹都给聊出来了。那个白夫人啊，我们还有事，我该带小安妮离开了，不好意思啊。那就不打扰你们了。小安妮，阿姨走了，下次再见。小安妮依依不舍地朝霍兰兰挥了挥手，看着漂亮阿姨离开的方向，她心中莫名的有些难过。小安妮，我跟你说啊，你下次再见到她，离她远一点，听到没有？你再也不许和她说话了。哈，为什么呢？我很喜欢那个阿姨。你别看那个阿姨很好，实际上她病得很严重，但
他跟人说话就会嘎掉的。那他刚才跟我说话，岂不是会？对呀，对他来说很伤身体的。所以你要是喜欢那个阿姨的话，你就要离她远一点，最好看见她就跑得远远的，知道了吗？我明白了，我不要漂亮阿姨生病，漂亮阿姨要健健康康的。莲，你今天立了大功，我按照约定带你去玩淘气堡，要什么给你买什么。而这边的试镜棚里，霍凌风正要出门，恰巧撞见了前来寻他的妹妹霍兰兰，嘴边的笑容顿时僵住。兰兰，你怎么来了？今天真奇怪，怎么见到我的人都摆出这副表情呀？以前我来找你的时候，你不都是挺开心的吗？没有，我就是有一点吃惊而已。你的眼睛刚好，出来也不跟我说一声，我派车去接你呀。大哥，我都说了我没有那么脆弱，我这次来找你，就是因为我最近有些心烦，所以想出来转转。那你刚才有没有看到什么？看到什么？没什么，我正好忙完了，咱们出去说话吧。好的。看样那个小家伙应该没撞见兰兰，幸好，可吓死我了。小安妮，这里可是非同寻常的淘气堡，都是有钱人的孩子来的地方，记住，你也是有钱人的孩子，挺起腰板，进去给我玩个痛快，听懂了吗？是的，安妮遵命。去吧，我去买些汉堡和薯条，等你玩累了出来吃。小安妮兴高采烈地跑进淘气堡，正准备爬上滑梯，衣领却忽然被人抓住，直接摔倒在地。一抬头，竟看到一脸傲娇的赵美熙。你刚才面试通过了对吧？抢我的女主角，竟然还在这里庆祝，这里可是我排遣伤心的地方，你给我出去！你想干什么？哼，干什么？当然是给你点颜色瞧瞧，让你以后看见本公主必须低头请安。前一秒，小安妮还在游乐场开心的玩耍，然而下一秒竟着了魔一般疯跑出去，只因她在比赛中赢得第1名，就被坏小孩陷害，谎称她的姐姐被坏人掳走。奶奶，我听说多多姐姐被坏蛋抓走了，您见到过安妮的多多姐姐吗？见过，必须见过。走，我带你找她去。来抓我啊，抓不到我。你别跑，有本事站住！你们俩去把她给我抓出来，就不让你抓。哎呀，你居然敢拿球扔我！别看小安妮人小，但是跑起来却相当灵活。一番追逐过后，赵美熙和她2个跟班累得呼哧带喘。美熙，要不我们先不抓他了吧？我实在是追不动了，抓不到我。你是谁家的？你知不知道我很厉害？你得罪了我不会有好果子吃的。我要知道你家长是谁，我爸爸随随便便就可以收拾你家长，信不信？凭什么告诉你？我才不要告诉你呢！万一叔叔和哥哥被我牵连怎么办？我才不要说呢！行，你不告诉我，我也有办法查到，你等着。说罢，赵美熙带着小跟班转身离开。看着赵美熙离去的背影，小安妮拧起了眉心。我会不会真的得罪人了呀，爸？西西，你先别生气了，我们先调查一下她是谁家的妹妹，到时候我们再来好好收拾她。对，到时让我们的爸爸欺负她的爸爸，你也就不用再生气了。光是欺负他爸爸有什么用？女主角该不是我的还不是我的，我就应该让这个臭丫头消失，到时候就再也没有人抢我的女主角了。可是怎么才能让她消失呀？除非她能走丢。你们看那边，那个女人就是带她来的人，她的家长一会儿就能回来的吧？赵美熙看着不远处的钱多多，一边买着汉堡，一边打着电话，脑子里立刻萌生了一个坏主意。你刚才不是没在现场吗？你去跟那个臭丫头说，让她去找她的姐姐，就说她姐姐被坏人带走了，就等着她去救呢。这样是不是有点不太好啊？万一小妹妹真走丢了呢？你听不懂我说的话吗？我要的就是她走丢，你如果不去的话，以后你就不要和我们一起玩了，我也不会把你当成我的朋友。女孩脸色一变，犹豫再三，最终还是走进了淘气堡内。小妹妹，我想问你一下，穿着蓝色背带裤的漂亮姐姐是不是你的姐姐呀？你是说钱姐姐吗？啊，对，就是钱姐姐，她刚才突然被一群人抓走了，一直喊着你的名字呢，你要不要去救她啊？真的吗？你亲眼所见吗？是啊，你赶紧去吧，你要是再不去可能就来不及了，现在只有你能救你姐姐了。小安妮没有多想，慌忙地跑出了淘气堡，冲着小女孩指的方向跑去，那个方向正好是钱多多所在的反方向。你做得很好，我会在我爸爸面前帮你爸妈说好话的。姐姐，你在哪儿呀？姐姐，妹妹你在找人吗？是不是跟家人走散了啊？要不姐姐带你去找一找吧。他们说我姐姐被坏人抓走了，我要去救姐姐。你姐姐长得什么样子？
小安妮慌乱地形容了钱多多的外形，但路人却无奈地摇了摇头。而此刻的钱多多还在买着汉堡打着电话，丝毫不知道小安妮这边发生的事。我就说我的眼光肯定独到，我看到这个孩子第一眼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他特别有商业价值。果不其然，这孩子直接当上女主角了。但你想看看小安妮的模样啊？那简单，我拍张照片让你瞅瞅。小安妮，我儿的到时间了哦，该出来了。你稍等哈，他马上出来。来，小安妮人呢？安妮，你能听见我说话吗？此时躲在一旁的赵美熙冷笑着在角落，见钱多多慌忙地找寻着小安妮，心里爽翻了天。妹妹，能不能拜托你帮我在里面找一个小朋友好不好？他叫安妮，4岁左右，穿着粉色的小裙子，特别漂亮。好的，姐姐，我这就去。小妹妹没多想，转身返回到淘气堡，没过一会儿就跑了出来。阿姨，我没有找到你说的那个妹妹，不好意思。闻言，钱多多脸色微变，迅速找到工作人员。然而二人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小安妮的身影。你刚才一直等在门口吗？确定孩子没有自己跑出去吗？我不确定，我刚才去那边买东西了。对了，监控，我要看监控。果然，在工作人员拿出的监控中，钱多多看到小安妮被赵美熙等人追着欺负。不久，小安妮就像是着了魔似的疯跑了出去。钱多多忽然觉得呼吸不畅，不祥的预感愈发强烈。他一把推开工作人员，闯进了淘气堡里，抓住了跟小安妮最后说话的小女孩。你跟小安妮说了什么？快说。阿姨，你在干什么？你怎么可以这么对她？对，还有你们两个是一伙的是不是？你们到底跟小安妮说了什么？为什么我的孩子跟你们说完话之后就冲了出去？给我一个解释。你自己的孩子管不住，还要怪我们吗？我们也只是孩子而已。谁让你碰我女儿的？此时，赵美熙和小跟班的家长闻声赶来。你们女儿跟我的孩子说了一句话之后，我的孩子就跑出去了。我要知道真相，怕不是我们安妮拿到了角色，你们这对母女丑人多作怪，蓄意报复吧？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你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吧？敢得罪我们赵家？就是，你们知道我们是谁吗？我爸爸要是知道你，就让你这一辈子都找不到好工作。那你知道小安妮是谁吗？你们知道小安妮的身份吗？霎时，万籁俱寂，赵妈妈最先反应过来，一脸的讥讽与嘲笑。哎呦喂，是谁家的？说出来我听听，总不能是咱们蓝城中最大的白家和霍家的孩子吧？真是笑死我了。就是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，自己家孩子走丢了，就是自己没有看好，竟然还在这里怪罪您。钱多多气得发抖，泪水顷刻间夺眶而出，哆哆嗦嗦地拿起手机拨通了霍思轩的电话。老板，小安妮她跑丢了，她被人骗了，从淘气堡跑了出去。我现在要去其他的地方找她，但是我好担心我找不到她呀。你说什么？刚领到手的孩子就转眼丢了？对不起，我刚才给她买吃的，一下子没看住，对不起。行了，先别说了，这事我得先联系他爸爸。霍思轩挂断了电话，迅速打给了白安旭。安旭，那孩子不见了，钱多多说带着他去淘气堡的时候，孩子被人骗走了，你最好有个心理准备。什么？得有什么心理准备？还不赶紧去找！大街上，小安妮依旧在茫然无措地寻找着钱多多的身影，喊得精疲力尽也不敢停歇，生怕钱多多遇到了危险。殊不知她的危险才是真的在慢慢靠近。多多姐姐，多多姐姐，你在哪儿啊？哎呦，我的小宝，你怎么哭得这么凄惨啊？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多多姐姐不见了，小姐姐说她被坏人抓走了。奶奶，您见到过安妮的多多姐姐吗？多多姐姐呀，有，我刚才还看到她被一群男人拖进了巷子里呢。你要不要跟我去找她呀？老奶奶，您说的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了，你快跟我来吧，再不来的话，你姐姐可能就要被人抓走了。贼眉鼠眼的老太太快速朝着一个小巷走去，小安妮紧跟其后。不远处，一个痞里痞气的男人正盯着手机，眉头紧锁。他今年刚通过面试就走丢了，怎么搞的？他已经被定下女主角了，出事情怎么办？现在当不当女主角重要吗？舅舅你那个职员到底是怎么看着的？不知道他才只有4岁吗？还让他独处，不是不应该离开视线的吗？那孩子肯定是听说那小姐姐出了什么事情才跑出去的。总之我们要利用一切的人脉去找，别让这个孩子给丢了。要不怎么说孩子这种生物是最烦人的？既然是霍嫣然的种，那生和死和我们又有什么关系？这不是好事。一条狗尚且还有感情的，这可是个孩子。霍无咎，你要是不能帮忙就闪一边去。霍嫣然那种女人能生出什么好东西？更何况还是跟那个叫白安旭的种。此时保镖正好看到一个小女孩被老太太拐带的场景。老大，你看那边有个小姑娘好像被人抓了，你要去帮忙吗？
霍无救刚看到不远处小女孩挣扎的背影，突然手机发来一条消息，是霍安妮的照片。霍无救一愣，找到了，